现在是晚上19点20分，就在刚刚，这台电梯困人了，急急忙忙跑过来，赶快把人放出来。然后电梯还有故障，走不了。现在跑到机房来看一下是什么问题。就是这台电梯，现在看这个状态，安全回路门锁，回路全是通的，但是电梯就是不能正常运行，一直在原地来回走，也不开门，也走不了快车。这个是一个警道的通讯板，可以看到那个3个灯全在闪。它这个闪烁的话，表明警道数据是出问题。然后我们查一下故障码。现在进入了一个故障查询，可以看到时间是2021年12月3号19点19分，基本上19点17分，基本上1分钟报一次故障，全部是这个 CWG 就是它就是叫 CWG 警道数据的通讯板。说明呢还是警道的开关有问题。19点04分报的是这个故障码，这个故障码表示的是电梯在平层减速以后，在规定时间内没有收到门区的信号，它就会报这个故障。然后这个是18点40的，这个是最早的一个故障码，报是X5.9，X5.9它是一个被动安全回路故障。被动安全回路也就是安全钳、限速器、缓冲器、上下极限这一部分。但是按照目前的这个状况来看，安全回路全是通的。再往前就到了21年11月29号报的，是之前的历史故障，这个就不看了。主要我们看今天的安全回路故障。安全回路故障的话，现在安全回路是通的，可以不考虑它。然后就是一个警道数据，它现在电梯现在一个状态就是在平层不开门，然后反复的反平层，所以说我初步判断应该门区信号、门区开关有问题。现在下去看一下平层开关是不是好的。这就是个平层的光电开关，可以看到这里一个灯，挡它就亮了，再手一松就灭，说明这个光电开关是个好的。光电开关是好的。通过下去观察了一下，门区开关是好的。现在我们就上来看一下线路有没有问题。现在我通过运行，现在通过运行来观察的话，主要判断就是一个电梯在门区以后平层以后找不到门区信号，然后电梯不开门。然后我在运行的过程中也发现了门区的信号灯一直不亮，所以说初步判断应该就是门区故障。这就是一个警道信号的一个板子，然后这是一个门区继电器，门区信号从继电器出来以后进入了这个通讯板，但是在我运行的过程中，上下换速开关正常，第3个门区信号一直不亮，但是我又感觉到门区继电器在平层的时候动作说明的话，门区信号是上来的，上来以后，然后走到这个信号指示灯这一块，这个指示灯不亮，说明这个信号进去以后它没有反馈，所以说我现在准备想把它给换掉，然后再测试一下是不是它坏了。现在已经更换完了，这个是拆下来的。现在我们来送电，再试一下。现在电已经送上了。
现在电梯已经到了1层，5.9 CWG， 门区信号接收不到，然后电梯已经压到了极限，已经等于说已经过了门区了，还是门区开关的问题。具体不是哪一块有问题，门区开关看着信号是正常的，但是板子上面接收不到信号，门区信号。查了这么久，问题终于找到了，就是有继电器，继电器坏了。所以说，门区开关是好的，有信号，然后门区开关上来以后，走到继电器，继电器也有信号，继电器有信号，然后走到这个信号板的话，然后没有信号，看到没有？这现在平层信号已经亮了。因为我把这个继电器的平层信号给它拆了，平层信号拆了，现在这是平层门区信号，我直接给它接到一块了，现在的信号亮了，所以说这个继电器坏了，这个继电器可以说是可有可无，接它也是为了保险期间。其实把它去掉，直接把门区信号接上来也是能用的。所以现在我们暂时不需要那个继电器，直接给它接上，先试一下电梯。我们现在把电梯恢复，给一个信号，电梯已经开始运行。14层，门区正常，电梯门已经打开，说明这个已经好了，那可以识别门区了。现在我们可以看这个指示灯，然后这个是门区，是吧？门区信号现在已经开始闪了，这就说明那个门区信号已经上来了。我们再给一个顶层，再试一下。现在这里的警报信号那个监测已经正常了，最底下就是门区亮了，现在已经在平层了。电梯继续上行。第二个是下换速，第三个是上换速，看到没有？现在在14层，上强换已经动作，然后熄灭了。好了，现在这个电梯问题已经排除了，反正查了不少时间。现在我们明天让他过来去换一个吧，换一个继电器。然后今天就先把这个线给它直接接起来，先让它使用吧，这个也具体也不影响。现在已经是晚上20点40分，已经很晚了。现在已经出来了，准备回家。你看到外面天已经黑了。这个问题修的时间比较久，其实问题不是很难，主要是走了很多弯路。困人的主要原因就是它的门区继电器坏了，门区继电器坏了以后，主板接收不到门区信号，主板接不到门区信号的话，电梯就识别不到门区，识别不了的话，电梯到1层了，到1层的话就直接越过门区了，然后撞到了极限，撞到了极限以后，电梯就突然停机，然后就困人。我上去检查了，一开始就判断是门区的问题，但是下去看了一下，门区开关是好的，然后我上来看到那个门区开关那个线路板没有信号指示，怀疑是它坏了，然后我去换了一个线路板换了以后还是不行，然后就一往回倒的话，然后就到继电器了。但是继电器在电梯走的时候，继电器有反馈，能听到有
门区的反馈声音，但是有反馈，但是信号却没有到那个信号板，所以说我就试一下是不是继电器坏了，结果一试，果然是继电器坏了。其实这个继电器本来是可有可无的，只是为了怕电源丢失，然后给它加了一个继电器，还有加了一组电源给它单独供电，防止门区信号突然失电。现在把门区信号的线已经拆掉了，让它直接接上去，以后它可以运行。明天过去找一个继电器给它换上就可以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。喜欢的话可以点个赞支持一下，谢谢大家。